本是幸福的一家三口，闺蜜却端着酒杯走过来。原来闺蜜和丈夫要给女人一个惊喜。男人让妻子闭上眼睛，缓缓起身面向大海，接着让她睁开双眼。丈夫买下了朋友的帆船，准备带妻子度过周末。至于儿子马迪，闺蜜会细心照顾他。就这样，帆船驶进海湾，两个人享受二人世界。如今丈夫将要破产，却还懂得这么浪漫。总之这一天很开心。一夜酸爽后，女人一觉醒来，睡衣竟到处血迹，不光是身上，还有墙壁上、玻璃上和外面的甲板上。丈夫尼克突然消失了，女人看到甲板的匕首，就在捡起来握在手中时，海岸警卫队赶来，他们让女人放下武器。回到岸上后，经过警卫队巡视，没有找到尼克的尸体。Water temperature overnight is 51 degrees. 莉比痛哭流涕，她很爱她的丈夫。又过了一天，她带着儿子海边玩耍，接着律师朋友和警察来了。搜寻行动结束，正式宣布尼克身亡，但裁定是被谋杀。而莉比 You're being formally charged with his murder. I'm here to advise you, make no statements whatsoever to the sheriff. 莉比成了嫌疑犯，警察不得不给她戴上手铐。莉比本是柔弱，却为母则刚，她憋回眼泪和警员说 Not in front of my kid, okay? 莉比安顿了孩子，和警察来到牢房。律师朋友为她辩护，但似乎已经很艰难，因为调查后警方得知尼克即将破产并挪用公款，而就在几个月前，他们都买了保险。如今尼克死亡后，所有问题随着消失，莉比还可以拿到200万赔款。接着，经过了法庭审判，因为发现莉比时，她手中握着匕首，加上保险的事情，检方控告她为了保险杀害亲夫。此时莉比百口难辩。I love my husband. Mommy, 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 为了自己的儿子，莉比求闺蜜这件事，让闺蜜收养马迪。金钱不是问题，她会把200万保费转入儿子名下的基金。It isn't about money. Come see me. I'm gonna go stay with Angie for a while, kiddo. And you're gonna have lots of fun. And I know you're gonna be a good boy, right? Yes, Mommy. As soon as all this is over, we'll be together. That's a promise. 转眼间一天天过去，闺蜜和儿子常常来看她。马迪一天天长大，现在已经开始会唱歌。就这样，又过去几个月，闺蜜和儿子再也没来过。莉比总会夜间哭泣，明明自己没有罪，现在爱的儿子也失踪。善良的狱友来找她，狱友曾是律师，他告诉莉比，人哪有那么容易消失，快动脑筋想想吧。莉比灵机一动，打给闺蜜工作的幼儿园，她称自己是安琪。她说好久没收到离职金了，想核对下是不是地址弄错了。于是对方和她核对。就这样，莉比拿到闺蜜新的地址和电话，接着立刻打给闺蜜。 Hello? Angie? Angie? Libby, I've tried to call you 1,000 times. Is Maddie okay? Where is he? 闺蜜很紧张，她有些不知所措，没想到莉比能找到她，并赶快说着周本要去看莉比。莉比没有多想，她只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小伙子和妈妈说话，妈妈控制不住流下眼泪。可就在这时 Daddy! Nick? 原来丈夫没有死，而是和闺蜜在一起。尼克迅速将电话线扯掉，莉比继续拨打过去，可已经再也无法接通。莉比一头懵逼，她突然意识到，难道丈夫没有死？她故意设计了计划，将自己送进监狱，骗取200万的理赔，然后和闺蜜生活在一起。莉比在监狱很难申冤，她只能求助保险公司。Does your company want to get $2 million back? 可保险公司根本不信她。律师狱友告诉她，想要在狱中翻案，不光要花费很多年，而且95%都会失败，所以建议莉比现在不如老实的接受现实，等到离开监狱后，找到丈夫，一枪崩了他。因为在法律上，一罪不受2次审理，就是她干掉丈夫后，法律不可以再定她这条罪。莉比接受了狱友建议，她开始每日锻炼，别人抽烟她在练腰，别人休息她在雨中跑步。憎恨成为她的动力，再次见到儿子成为动力。就这样，转眼间6年过去，狱友为她8岁的儿子庆生之后，莉比因为表现好，获得了假释的机会，就是不用关在监狱，而是在市区的宿舍，由保释官负责看管，将在这里度过3年刑期。但是这里也有很多条款，不能打架斗殴等等，还有8点半必须回宿舍，只要触发1条，保释官就会送她回监狱。但莉比终于有了机会，可以去找儿子，如今要先找到闺蜜的下落。这是闺蜜曾工作的幼儿园，园长告诉她，马迪和安琪生活了6年，
如果现在利比出现，只会扰乱他的生活，让马迪痛苦，所以他拒绝说出安琪的地址。于是，在这天夜间，利比趁着夜黑风高，包上自己的胳膊肘，一肘子干碎玻璃。而此时，贾士官也发现利比夜不归宿，他们早就怀疑利比出来后一定会去找儿子。利比打开资料库，翻到了安琪的资料，找到了地址。而此时，警方已经赶到，他们展开激烈追逐。在狱中4年的锻炼，利比动作矫健，很快离开幼儿园。警察追到附近的海边，利比躲在树根后，像是给警车来了个过肩摔。这件事越来越大了，由于都是沙土，2名警察还系着安全带，所以他们并无大碍。最终还是追到了利比，将利比制服。他触犯了假释条例，将被送回监狱。回监狱的路上需要轮渡，一路上利比说出自己的无辜，可假释官怎么可能相信他？临下车时，看到了假释官女儿照片。Is that a problem for you, Layman? 一个杀人犯每天都想见儿子，而警官却一直在逃避。他把利比铐在门把手上，然后到船舱上面喝咖啡了。利比想办法逃脱，他看到警官没拿车钥匙，又看了看外面的水管，于是将车打着火，开始手脚控制，反反复复连撞几遍。前面的小红不慎落水，在这帮大忙人没看见时，悄悄地沉入水面，接着被警官看到，他迅速跑下来准备制止。可这车的门把手真的结实，警官上来时，利比紧踩油门，结果警官坐上车，2人一同掉入谷底。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另一半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还好车窗未关，在这紧张的一刻，警官迅速为他解开手铐。很快他们沉入水面，而当解开手铐后，利比不忘拿走警官手枪，然后借着浮力一跃而上。在浮出湖面后，警官试图抓住他，可利比回身就是一枪托。此刻在他的心里，法律和道德全都无法和他儿子相提并论。接着钻回湖水里，向着其他方向游去。警官被救生员救上来，所有人看着他，唯独一个男孩扭头看向不远处的岸边，是利比成功逃脱了。利比搭了一辆车，来到阔别已久的家。妈妈靠种植西红柿为生，他挖开地面，挖出一个铝盒子，而里面竟是妈妈的小金库。他把钱交给女儿，并没有多问，还让她开走家里的小绿车。关键的时候，能真正帮忙的只有亲人。利比先来到 4S 店，他也要按揭买车的理由，让销售帮忙查看他的信用。于是利比说出闺蜜的社保号20 Oriole Terrace, Evergreen, Colorado. Is that your current address? 20 Oriole Terrace, Evergreen, Colorado. Sure is. 得到闺蜜的地址后，他却立刻离开了。What about the car? 警官处理了伤口，还差点被上司开除。他知道利比要找闺蜜，于是托人查她闺蜜地址，只要她先去了那里，就一定会等到利比。可利比更快一步，在警官来之前，便找到闺蜜的新住处。她准备好手枪，然后直奔那间豪宅。这也许是闺蜜和丈夫用那理赔的200万买的房。按下门铃后，可里面的主人不是闺蜜和丈夫。女主人告诉她，他们刚刚搬过来，你可以问问隔壁的婆婆。接着利比找到老婆婆，这才得知闺蜜的消息。原来在3年前，安琪在意外中死了，煤气泄漏发生了爆炸。还好在那天，父亲带着儿子出门了。利比找到那年的报纸，闺蜜被炸死登上了新闻，只有利比知道，那一定是丈夫干的。随后警官找到婆婆，她还是晚了一步，得知利比开着绿车离开。利比反复看那张报纸，突然注意到闺蜜身后的那幅画是丈夫曾经收藏的。接着利比来到一家画廊，她以要买画的理由，想要找康定斯基的著作。老板为她查找。就在这时，警官看到了小绿车，接着也来到了画廊，终于找到那幅画时，门铃响了。老板出去接客，得知外面的是警官后，利比赶快去查找。这幅画卖到了慕尼黑，他迅速记下卖家信息，然后在警官进来时，他从后门离开了。而在利比离开时，还不忘把警官的车撞废。这样之后，再想追上他，可能要有些难度。利比坐上飞机，他来到新奥尔良，顺着卖家的地址，他找到卖家的酒店。这里将要举办1年1度的未婚男士拍卖会。通过服务员了解，这里的老板晚上会来。利比盯上一家5星酒店，他在酒店前台溜达，记下了贵妇太太的对话。Room has lovely views and suspension. And I need him soon. I'll send Jerome right up. Bruce? 1420. 接着利比转身离开，来到隔壁酒店的服装部，销售人仔细打量一番。I'm sorry, are you lost? No, actually, I'm found. I just had an hour with Jerome. Oh, Jerome.
I've heard that he is marvelous. He's fabulous. We felt this good since the day my husband died. So I've got something for tonight, but I think I need Armani. Yes. Very good, Mrs. Critch, Suite 1420. Of course. I'll be charging it to my room. 警官随后来到奥尔良，因为他没有执法权，所以找当地警方协作。 Buddy, I'm looking for. Pretty girl? Oh, yeah, she's very pretty for a convicted murderer. 晚上，利比穿上忽悠来的礼服，来到那家酒店。这是新奥尔良的习俗，未婚男士拍卖会，第一个上来的叫狄庄旭。可当男人走上台，这不就是尼克吗？接着，台下的女人开始叫价，从500到5000。又一位女士不断的叫价，虽然尼克没看到她。$5,500. When we have 5,500, will the lady take us to 6? $10,000. 尼克没想到自己这么值钱。接着叫价的女人坦言，她觉得狄庄逊不值得继续了。Would you like to come forward and claim your prize, young lady? 接着，利比走出人群。 Hello, Nick. 此时尼克懵了，他一直以为利比在监狱。他们走下舞台，利比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把儿子还给他。而尼克解释道，6年前他本是要破产了，他是故意假意自杀，为的是让利比获取保险金，让利比和儿子过上幸福生活。可没想到的是，利比被关进监狱，他和安琪后来才相好。总之一切都是噩梦。尼克说最糟糕的是离开利比。 So is that why you killed her? That's an accident. Nice try, Nick. I'm not buying. It's bullshit. I will swear on the life of Oh, our don't you son. fucking dare. 利比不想多说，也不想要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只希望把儿子还给他。看到进入酒店的警官后，利比准备离开，明天再联系。第二天，警官找到尼克，也就是改名换姓的狄庄旭。他很好奇一个问题，那就是利比为何拍下他。几句聊天后，尼克以谈生意之走了警官。原来是利比，他让尼克带着儿子在墓地见面，于是他们约到下午4点。这个墓地人还挺多，他和尼克相见了。尼克呼喊儿子名字，利比看过去，如今他十分想念马迪，于是一步一步走过去。可是儿子却往里走去。利比知道是时间原因，马迪对他已经产生隔阂，他跟着儿子往里走去。可就在这时，尼克突然出现，一把将利比砸晕。他打开就近的坟墓，迅速将利比关进棺材中。此动作很快，或许忘了很多东西。警局内，尼克突然意识到利比为何找狄庄逊，难道他就是尼克，利比死去的前夫？于是他打电话给同事，他要一张尼克的驾驶证照片。棺材中的利比突然间苏醒，但此时棺材已被关紧，身体下面还有一具干尸。此刻女人呼吸不通畅，狭窄的环境下她活不了多久。她左右观察着，身下是棺材的主人，她反复打着打火机，无论怎样使劲都不会打开这个棺材。这时女人突然想到，可能是丈夫行事匆忙，竟然忘记了搜她的身。利比拿出手枪，淡定地寻找棺材锁，她不能出现一点错误。确定一处位置后，棺材露出个小洞，接着找到第二处。终于，女人逃出危险，接着便是离开墓室。只可惜铁门紧锁，还好这间墓地有窗户。6年前丈夫害她入狱，骗走了保险金，还和闺蜜走在一块。利比本不想和丈夫计较，但人善被人欺，如今她决定一枪将丈夫干掉。就在即将抵达酒店时，是警官叫住了她。此刻警官终于知道狄庄逊就是尼克，利比真是含冤入狱6年，他不是杀人犯，只是一位想找到儿子的母亲。警官阻止了利比，然后他来到酒店，他想和狄庄逊谈谈。来到办公室后，警官开门见山，他找到了尼克的证件，知道狄庄逊就是尼克。6年前他假死，隐姓埋名生活在奥尔良。尼克是聪明人，知道他是谁又不去报警。看来警官是想谈条件。 Question is, what's your price? $10 million. It's a nice round figure. 尼克本想拖几天，可夜长梦多，警官现在就要，否则就会立刻报警。尼克没办法，他手头就有10万，明天补齐另外90个。 You got a deal. We do have one other problem, and that's Mrs. Parsons. She'd still make a lot of trouble for us, even if as president. I really don't need that. Well, I think I've solved that problem. What do you mean? Let's just say the problem has been buried. Really? She's gone, I promise. 就在这时，得到了一切后，利比推开房门，这是2位下的套，目的是套出尼克说的话。事到临头，尼克用法律保护自己，如果利比杀了他，利比也会被处死。路易斯安那的法律很严格。利比告诉他，一罪不受2次审理。6年前他已经为杀死丈夫入狱，这次就不会了。问出儿子在哪后，利比还是选择相信警察，让尼克绳之于法。
总之，现在证据十足，如今尼克必死无疑。可就在这时，利比大意了。Prosecution bests. You better get out of here. Nobody wants a dead woman walking around when the police are trying to arrest a guy for the murder. Wait a minute. I'll take that gun. 这或许是导演安排，临终给坏蛋一个反转。就在要干掉利比时，警官来一个生死救援，和尼克扭打到一起。但是中枪的警官完全不是尼克对手。这回就在要干掉警官时，利比乱枪干掉亨克，终于利比复仇了。尼克虽然中枪，但还是提醒利比，因为利比还在假释期，还是要和他回西雅图的。然后他会为利比申请免罪，6年被冤枉，终于为自己含冤昭雪。几天后，利比来到儿子学校，上次见面是6年前，他很担心儿子不认识他。利比迫不及待走进球场，他看到人群中那个日思夜想的少年，眼眶不由得湿润。Maddie. Maddie. Hi. 男孩走到身旁。Do you know who I am? They told me you were dead. No, sweetheart. 即使孩子出生就和母亲分离，也不会忘了他的声音，还有他们的爱是相互的。年少的马迪也无时无刻想念着妈妈。